今日我哋要拆解一間公司，而我對佢嘅核心結論係，市場正將一個由 AI 驅動嘅半導體測試業務嘅結構性升級，錯誤咁定價為一次傳統嘅周期性復甦。呢個錯誤就係我哋嘅機會所在。呢間公司就係 Teradyne，股票代碼 TR。好，講起 Teradyne 啦，市場點睇佢？如果你問10個分析師，9個都會話你知 Teradyne 係一間好公司，但係咧佢係一隻高度周期性嘅半導體設備股，即係話佢嘅股價好似坐過山車咁，跟住半導體行業嘅好景同衰退上上落落。早前跟隨 AI 概念大熱，股價曾經一度大升，市場嘅共識就係正常啦，食正個行業復甦浪潮啫，冇咩特別。更加致命嘅係，大家一睇盤數就會見到 Teradyne 有個拖後腿，佢嘅機械人業務。呢個業務市場普遍覺得佢係一個燒錢嘅科學專案，一路都喺度虧損，拖累緊公司整體嘅盈利能力。所以總結嚟講，市場嘅第一層次思維就係一間優質但係好貴周期嘅公司，加埋一個唔知搞到幾時嘅蝕錢部門。咁嘅情況下，市場俾佢嘅估值自然就唔會高得去邊，因為要反映呢啲風險啊。但係如果我話你知喺市場睇唔起嘅角落有啲嘢已經靜靜雞起革命，你又點睇？我哋嚟睇一個數據，一個足以令你對周期股呢個標籤產生懷疑嘅數據。半導體行業報告指出，喺增長最快、利潤最高嘅客製化 AI 晶片，即係好似 Google、Amazon 呢啲巨頭自己設計嘅 ASIC 晶片測試市場， Teradyne 已經唔聲咁搶佔咗45%到50%嘅市場份額。呢個業務嘅收入按年增長係超過350%。等陣先，如果佢只係一間被動跟住周期浮沉嘅公司，點解可以喺競爭最激烈、技術要求最高嘅核心戰場上打贏關鍵嘅市佔率戰役？呢個就係表象嘅第一道裂痕。呢道裂痕背後呢，就係我哋嘅變異認知。市場錯喺邊？錯在佢哋用舊地圖去行一條新路，佢哋用歷史嘅線性思維去分析一個已經被 AI 徹底顛覆咗嘅行業。我哋嘅核心觀點係 AI 革命對半導體測試行業嘅經濟模型帶嚟咗根本性而且係永久性嘅改變。點解咁講？第一，半導體測試強度嘅非線性增長。你諗下，而家嘅 AI 晶片好似 NVIDIA 嘅 H100 入邊有幾十億粒電晶體，仲要用 3D 方式將記憶體疊埋一齊。呢啲複雜到黐線嘅結構意味住乜？意味住測試嘅難度同成本唔係跟住晶片銷量1.1分咁升，而係幾何級數咁跳升。以前可能一塊晶圓測試一次就搞掂啦，而家喺生產過程要加插好多個新嘅測試步驟。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測試強度嘅結構性提升。Teradyne 嘅 CEO 都講得好白，以前嗰種由手機需求帶動嘅季節性模式已經被 AI 領域特定客戶項目帶嚟嘅需求浪潮所取代。呢個唔係週期，係一個新常態。第二，佢喺關鍵戰場贏得戰役。Teradyne 唔單止食到行業紅利，佢仲係一個主動嘅進攻者。除咗頭先講嘅客製化 AI 晶片市場，喺 HBM 記憶體測試呢個兵家必爭之地，佢哋都成功贏到 HBM4 嘅關鍵設計訂單，直接挑戰緊老對手 Advantest。第三，就係嗰個俾人睇死拖後腿嘅機械人業務，其實係一個就嚟到轉捩點嘅免費看漲期權。市場當佢係負資產，但我哋見到嘅係公司已經進行咗重組，將盈虧平衡點大幅降低。仲有佢哋最近攞到一個大型客戶，足以驅動佢哋喺美國起新廠嘅錄用計劃決定。市場估緊係亞馬遜，又同工業巨頭 Honeywell 建立咗戰略合作。呢啲都係商業化即將爆發嘅強烈信號。你等於用一個折讓價買入佢穩定增長嘅測試業務，然後免費攞到一個潛力巨大嘅機械人業務嘅彩票。所以而家嘅 Teradyne 就企咗喺一個分叉路口。市場嘅共識係一條路，佢係一隻傳統周期股，會跟住 AI 狂熱嘅減退而回落，機械人業務會繼續拖累佢。而我哋嘅變異認知係另一條路。AI 帶嚟嘅係測試行業嘅永久性升級。Teradyne 憑住技術優勢同市佔率提升，會實現結構性增長，而佢嘅機械人業務就好可能喺未來1-2年內由負債變成資產，實現驚人嘅逆轉。當然啦，我哋都要做足功課。我哋嘅研究報告亦都有做事前剖析 （pre-mortem）。我哋嘅投資論點都有機會失敗㗎。例如 AI 需求可能真係假性繁榮，或者機械人嘅大訂單最後縮沙，呢啲都係我哋要密切監控嘅風險。咁究竟邊條路先係真相？我哋點樣量化呢個定價錯誤？我哋做咗一個極度詳細嘅3情景 DCF 估值模型，包括基準、樂觀同悲觀情景，再做概率加權計出我哋認為公司嘅合理價值。喺我哋嘅 Patreon 專區，我哋會獨家分享呢個估值模型嘅所有細節，包括第一，我哋點樣設定3個情景。基準、樂觀、悲觀嘅每一個核心財務假設，例如半導體測試業務未來幾年嘅收入增長率、毛利率、機械人業務幾時可以轉虧為盈等等，每一個數字背後嘅理據同證據鏈係乜？第二，極度重要嘅敏感性分析。
如果貼現率 WACC 或者永續增長率有1%嘅變化，對我哋個目標價有幾大影響？邊個業務指標嘅變動對公司估值嘅衝擊最大？呢啲壓力測試可以話你知，呢單投資嘅安全邊際到底有幾厚？第三，我哋會提供完整嘅財務預測模型，包括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同現金流量表嘅逐年預測，等你可以親手驗證我哋嘅所有計算。呢啲深度嘅量化分析就係幫你喺市場嘅迷霧之中睇清楚風險同回報嘅地圖。如果你想掌握呢啲機構級別嘅分析工具，做出更明智嘅投資決策，就快啲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啦。多謝收聽今集嘅跨市博弈，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